大家好，我是老莫。咱们很多朋友说做炝面馒头不像这样鬆軟，而且做好之後這個層次顯示不出來。這個視頻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做炝面馒頭的正確做法。我們在家裡也能做出這樣層次分明的炝面饅頭，比買來的更加筋道還好吃。配面比例放在結尾，咱們先把麵粉倒入面盆，然後在中間開鍋，加入鹽，再加入白糖，然後再加上化開的豬油。和面加豬油讓饅頭更香，還可以讓咱們面揉得更輕鬆。加上水，先把糖攪拌一下，再放入酵母。酵母咱們選用的是普通的高活性乾酵母，不是高糖酵母。和面這一步大家要注意，今天的水量是偏少的，所以在和面的時候要一點一點的把面扒到水裡，讓每一塊都變成絮狀，水分越勻，咱們後面在揣揉的時候更容易揉成團兒。不然咱們剩下的乾粉過多，揉面就比較麻煩。咱們和好的面揉成畫面中這樣，表面光光的，沒有任何乾粉塊，然後包起來發面。大家要記住，咱們這個面一發一定要發得很旺才可以。發好的面團大概 2.5 倍大，像這樣的狀態，咱們揉面就比較輕鬆。如果說發得太小，咱們面硬，揉面就比較困難。接下來的操作是重點，大家一定要記住，咱們發好的面團不要去揉它，咱們直接把它按成這樣，然後用擀面杖在上面來回的壓一壓，把它壓得扁一點。接着咱們撒乾粉，撒乾粉的時候一定要注意，乾粉一次性不要撒太多，撒完之後折疊起來，用擀面杖再次把它壓開。這一步就決定了咱們在蒸好之後它有沒有層次。所以在撒乾粉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量，不能多，量多了呢它容易有死面問題。如果說量比較少，咱們做出來層次不明顯。所以每一次在撒這個乾粉的時候，咱們一定要注意量，分多次把面撒進去，大概像這樣折疊4到5次就可以。如果想讓它層次更細膩，咱們可以疊到6次。炝面完畢之後，咱們用擀面杖擀成這樣的長條，然後把邊給它修一下，看一下層次有沒有，然後擀面杖稍微修整一下，就可以來捲起來了。剛炝好的面團，咱們捲好之後要放個10分鐘，然後再來做，這樣就比較容易揉成型。因為炝完面之後，整個面團的硬度就出来了，咱們不放的話很難揉。弄好之後，咱們直接砍出饅頭就可以了。炝面饅頭生坯部分咱們就全部完成了。完成之後，咱們用保鮮膜蓋起來放15分鐘，然後再進行下一步操作。咱們整一點溫水在上面撒一撒，這樣是防止它上面乾裂。咱們蒸的時候呢不會爆開，因為這個面團的水量太少了，所以呢手感會比較乾硬。這時候撒點水對它有好處。然後放上蒸籠，咱們放到溫水鍋裡面發酵半個小時。2次發酵完成之後的狀態就像畫面中這樣，它的紋路呢就變清晰了，咱們輕輕一按呢能夠回彈，這個狀態就可以了，拿起來也比較輕盈。然後咱們就可以蒸了，直接開水上鍋，咱們蒸的時間呢25分鐘，蒸好不需要燜，直接開蓋。大家可以看到饅頭就算成功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整個的狀態呢比較白，而且特別鬆軟，咱們一揭開呢能清晰的看到裡面的層次。做炝面饅頭最關鍵的點就是水量一定要偏少，然後在炝面的時候這個乾粉量一定要控制到位。如果說不到位，多它就容易死面，少它就不分層，這是關鍵點。今天的配比是500克中筋面粉，4克乾酵母，白砂糖準備10克，化開的豬油準備15克，然後鹽準備3克，溫水準備220克，炝面用的乾粉準備100克，這個量呢千萬不要大。咱們的視頻就到這裡，再次感謝您的支持和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